各位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吴清源大师十番棋之旅当中的另外一个对手桥本宇太郎八段。和藤泽库之助的十番棋结束之后，吴大师逐渐淡出棋坛，失去音信。1945年1月份，吴清源在报纸上发表了退出棋坛的声明，一心一意归依于西语教。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轰动了棋界，也让众多对吴清源棋艺仰慕的爱好者们痛惜不已。由于战火烧毁了吴清源的家，吴大师一家便跟随西语教专心布教。日本战败后，棋道渐渐复兴，棋界与绝大多数的围棋爱好者热忱盼望一代鬼才吴清源复出的呼声也随之越来越高。而吴大师的恩师赖月宪作八段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劝导吴清源复出。恰在此时，吴清源干了一件荒唐事，他奉西光尊之命，带着西光尊的亲笔信拦截了麦克阿瑟的汽车，要求麦克阿瑟觐见西光尊，共同商讨世界和平大事。结果被警察抓捕。赖月宪作老师通过层层关系，千辛万苦疏通了美国大使馆，才将吴清源放出来。赖月宪作老师趁机对吴清源说道：你离开围棋什么都不是，还是尽快出来下棋吧。吴清源此时已经心动。与此同时，十番棋的主办方读卖新闻社办事得法，在与吴清源商谈之前，首先和西光尊交涉，并成功的征得他的同意。西光尊对围棋一窍不通，但他考虑到如果吴清源在十番棋当中获胜，就能为西语教大做宣传，因此才点头允诺。对局费是每局每人1万日元，当时1美元大约能兑换15日元。吴清源的一份都被西光尊拿去敬神了。从第一局对弈的前日开始，西光尊像是亲自作战一样，不遗余力召集全体信徒为吴清源的胜利而终日不停的祈祷。这次十番棋的对手桥本宇太郎八段是在当年日本棋院春季大手和比赛当中以全胜的辉煌成绩而荣升到八段的。1946年8月，吴清源与桥本宇太郎的首次打入十番棋正式开始。吴清源在赛前提出美方所持时间为6小时，桥本宇太郎痛快地允诺了。而主办方读卖新闻社最后决定美方用时7小时。此时吴清源大师已转为中华民国的国籍。经过猜先，第一局由吴大师执黑先行。早上7点10分，裁判长赖月宪作八段宣布比赛正式开始。同门师兄弟端坐屏前，恩师在一旁观战。桥本宇太郎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18年前。18年前，经闻中国出现了一位天才少年，赖月宪作派自己的得意弟子桥本宇太郎前往当时的北平进行测试。吴清源也正是通过了桥本宇太郎的测试，才远赴东洋，拜在赖月宪作门下，与其成为师兄弟，共同钻研棋道。当年吴清源不满15岁，桥本宇太郎22岁，而如今吴清源已经33岁，桥本宇太郎也已经40岁。对于两位棋士而言，这真是奇妙的姻缘。我们回到棋局，吴清源大师离开棋界也有2年之久，长久以来他缺乏对局锻炼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而吴清源号称在神的谕旨号令下进行对局，这令人感觉到吴清源在比赛当中身上始终有一股诡异的妖气不自觉地弥漫开来。双方很快形成了2连星对项小木的开局。黑棋挂角之后，白棋拖，黑棋顶以下形成的雪崩型。桥本宇太郎知道吴清源对于大雪崩的研究极深，但他也毫不避战，下一手白棋长出，但吴大师却没有继续再应。接下来黑棋快速的再挂左下，白棋外靠，期待着黑棋扳，然后白棋退，这样黑棋再虎，白棋靠，黑棋虎住，白棋立下，
由于上方有白棋的硬头，黑棋的这朵花的威力被限制，这样的结果，白棋布局成功。吴大师对此也心知肚明，下一手棋，黑棋反其道而行之，直接靠在3-3抢控。白棋顶住，黑棋挡，白棋断，黑棋长出。接下来，白棋再次立下，黑棋从下方2路搬，双方在此形成了一个当时相对少见的棋形。读卖新闻社的报纸上评论这一棋形为鬼脸幻之布局。下一手棋，白棋再次跳出，黑棋此时面临选择。如果黑棋现在用强，直接想要鲸吞这2颗白子的话，那么白棋拐先手，黑棋扳住，白棋再断。虽然看似黑棋争子有力，但黑棋长出的时候，白棋可以先在脚部断，然后利用滚包长气。接下来白棋再次一压，黑棋失去应手，这2颗子被扳死，黑棋自然不能满意。但黑棋如果再扳，白棋再次跳家，下方黑棋断是逃不出来的，这样被白棋滚包之后，黑棋棋筋被吃，自然是失败的。所以这个图不能考虑。吴大师也曾经考虑过黑棋坚在此处的下法，但白棋可以在此拖一下之后，接下来继续回到脚部断，然后利用滚包长气之后，下一手白棋在此挤，黑棋在外围补棋，白棋做活，这样黑棋也只有依靠下方的拖将脚部做活。但白棋补完之后，黑棋立下做活的时候，白棋不仅得到了先手，而且这颗硬头的白子位置也恰到好处，这5颗黑子反而略显尴尬。这个图黑棋不满意，所以实战当中权衡再三，最终吴大师决定不在上方行棋，而是在下方后势的长出。白棋压，黑棋长，接下来白棋在脚部断，这是白棋的权利。滚包完之后，下一手白棋从边上拆出，保持对3颗黑子的压力。和吴大师此前十番棋的对手不同，桥本宇太郎八段也是棋坛有名的快枪手，双方在短短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边，飞速的下了30手棋。下一手黑棋在下方靠，这是经典的手筋，此手意在快速的帮助脚部的黑棋出头。如果白棋再次挡下反击，黑棋可以在2路夹住，白棋已然不能再立，否则黑棋断完之后再次一长，白棋下方被吃，这个图白棋崩溃。所以实战当中，面对黑棋的这手靠，白棋选择了直接粘住补强自身，同时继续威胁对3颗黑子的反击。黑棋从下方爬过必然，白棋跳加3颗黑子，黑棋冲，白棋挡住。现在黑棋看似已经难以逃出，因为如果黑棋在上方冲，白棋挡，虽然黑棋有打吃的先手，但是在这一带断并没有作用，这样的话黑棋还是被吃住了。那么如果从上方断再打，接下来再打的时候白棋立下即可，黑棋在冲的过程当中自身的气也撞紧，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明珠出海的题目。黑棋再挡住，白棋冷静补棋即可，黑棋只有3气，而下方白棋有5气，即使黑棋在此坚长气，白棋挤住，黑棋的气也是不够的。所以看似这一带被吃住，白棋收获巨大，但吴大师在此展现了自己弃子的精妙。下一手黑棋冲完之后单断是好手，上方打吃完之后即可冲出，白棋粘住，然后黑棋先手打完之后贴住收气，白棋只好回来收气，黑棋打吃，白棋提吃，这样通过弃子，虽然白棋吃住了4颗黑子，但黑棋在下方得到了外势，跟右下的星位交相呼应，布局黑棋成功，而白棋此前的这颗硬头却撞到了自己的后壁上，这是白棋不满意之处。下一手棋黑棋得到先手，接下来从上方打吃定型，白棋粘住之后，黑棋稳健的虎了一手。 AI 此时的建议是黑棋可以在右下一带小飞手脚，发挥外势的作用，但吴大师执黑不贴目，
这盘棋也选择了相对稳健的下法。此时依然是黑棋优势的局面，胜率90%以上。下一手棋，白棋在上方分头，限制黑棋扩张，黑棋逼住，白棋接下来再从右边分头过来。桥本宇太郎的棋风有变幻自在流之称，在这个局部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轻灵快速的阻止了黑棋在右边一带连片与下方模样相呼应的下法。所以在一旁观战的赖月宪作八段认为，黑棋可以不予理会白棋的这颗子，在这一带构筑三连星，或者在下方一带二间跳手脚，而这个下法与 AI 的推荐不谋而合。我们继续回到实战，实战当中，黑棋下一手再次大飞手脚逼住，白棋没有理会，而是在右边分头。而接下来吴清源大师下出了让人吃惊的一手，此时黑棋没有理会白棋分头的这颗子，反而从上方狭小的位置逼了过去。在一旁观战的赖月宪作老师认为，这手棋不像是吴清源的风格，反而有点类似于木谷实的下法。他由此也推断，已经2年没有下棋的吴清源，此时棋感已然生疏。这手棋走在了小的地方，期待着白棋再次应，黑棋先手便宜，以后黑棋在这一带有飞出的下法，既保持对白棋2颗子的压力，同时又压制白棋左边的潜力。但是白棋自然不会让黑棋如愿，下一手棋白棋先在2路透点试探黑棋应手，这也是一流的手段。这手棋走完之后，如果黑棋粘住，那么白棋马上尖完之后在2路虎出，白棋不仅增加了自身眼位，还夺走了黑棋的根据地，这个结果黑棋作战不成功。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尖在此处反击，但白棋留下了断吃的大官子之后，这颗白子已然变轻。下一手棋白棋马上挥师右下，抢先破坏黑棋的阵势。黑棋接下来尖完之后再次小飞，保持对白棋的攻势。然而接下来桥本宇太郎再次发挥了自己变幻自在的莫测棋风，并没有理会黑棋对于下方2颗白子的威胁。下一手棋黑棋直接在上方掉了一手，这是好手。此手走完，一来接应了上方的这颗白子，二来扩张了左边的阵势，同时也威胁上方的黑棋，这个段的价值急剧的增加。赖月宪作评价，这手棋展现了桥本宇太郎的才华。桥本宇太郎幼年随父亲居住在大阪，在他去玩耍的附近有一间棋室，好奇的宇太郎经常去棋室内观看大人对弈，久而久之便无师自通的知道了一些基本规则。围棋对少年桥本宇太郎而言有着无穷的吸引力。8岁那年第一次在棋室内与大人进行了对局之后，他机缘巧合的在邻居的带领下去了久保松圣喜代老师的道场，请老师下了一局让9子的测验棋，而下完这局测验棋之后就收为了弟子。这是桥本宇太郎第一次与职业棋手对弈。桥本宇太郎拜师1年之后，木谷实也入门求教，这样加上最早入门的前田辰尔，3位棋童成为了久保松门下的三羽屋。3人经常去参加各种棋会，也经常能获得奖品。由于东京的学习条件优于大阪，久保松先生毅然决定将3位得意门徒送去深造。桥本宇太郎师从赖约宪作，木谷实作为铃木维次郎的得意弟子，而前田辰尔则拜在了本一方秀哉的门下。而久保松启蒙的这3位天才少年，日后也撑起了日本棋坛大半壁的江山。我们继续回到实战，实战当中，白棋在此掉了一手之后，黑棋思虑再三，下一手再次压反击，白棋搬，黑棋再搬的时候，白棋断上去必然。接下来黑棋再次打吃，白棋恰吃，黑棋提，白棋再打。这一带黑棋意欲给白棋留下断点，但白棋也趁机将黑棋打中之后封锁。下一手黑棋断，白棋提，
接下来黑棋再粘的时候，白棋长出作战，黑棋也长，白棋下一手跳，封锁了上方黑棋。现在黑棋面临死活问题，吴大师只好在此粘住，补了一手，这样白棋再度夺回了先手。下一手棋堂堂正正在中央一跳，保持对黑子的压力，同时也接应了右边分头的这颗白子，以及下方有可能被攻的这两颗白棋。虽然从胜率上看，此时依然是黑棋优势，胜率 88% 左右，但是从气势上，白棋已经先下一城。所以局后吴大师在此反思，黑棋的这手粘是他非常后悔的一手棋。黑棋此时应该在中央一带抢占天王山的要点，对上右下3块白棋施加压力。至于白棋在上方断，黑棋团住即可，白棋再补棋，黑棋做活没有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吴大师此时棋艺的生疏。我们回到实战，黑棋粘完之后，白棋抢占要点，下一手棋黑棋再靠已然晚了一步。当然此手也给白棋布下了陷阱，如果白棋急于求战，搬在此处反击的话，那么黑棋坚是先手，白棋再长，下一手黑棋提完之后再次断打，白棋如果再粘，黑棋长出，这样局部白棋的3颗子已经无法逃出，只能靠这个劫来抵抗，但这样一来无疑被黑棋找到了头绪。但是桥本宇太郎也是机敏之极，面对黑棋挑衅的这手靠，白棋忍了一手，再次单退，不给黑棋机会。黑棋接下来再刺，白棋粘住，下一手棋黑棋选择了超大飞的逼住，但这又是吴大师异常后悔的一手。这手棋黑棋应该坚在此处固守脚地，这也是 AI 的一选。实战当中黑棋逼住，而白棋面对黑棋的威胁第3次脱线，上方黑棋逼住，白棋没有理会，下方黑棋尖完之后小飞，白棋再度脱先，现在白棋还是没有正面回应黑棋的进攻，下一手棋点在3-3抢空，黑棋挡住，白棋长，黑棋搬，白棋搬，这是常见的定式下法。黑棋虎住，白棋打完之后再次搬，黑棋再搬的时候白棋虎。就局部而言，黑棋打吃，白棋粘住已然是活棋，现在黑棋不能断吃，否则白棋断打完之后长出，这颗黑子无法逃出。如果强行外逃，白棋打吃是先手，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白棋一搬，这个局部黑棋已然崩溃。但是桥本宇太郎下的却更为的激烈，此时白棋没有粘，而是直接再次开劫。这个劫对于黑棋而言也是极重，由于周围白棋逐渐加厚，一旦白棋劫胜，黑棋外围损失惨重，所以实战当中黑棋提劫，白棋没有再落子，写下封手之后，第1日的对局结束。第2日打开封手，白棋下一手棋靠在此处寻劫，桥本宇太郎已经确认这个时候黑棋不能再应，因为一旦被白棋再提回来，黑棋找不到合适的劫材，全盘白棋太后。实战当中果然如此，下一手黑棋提吃消劫，白棋打穿黑空。赖月现作八段评价，这个地方被白棋打穿之后，黑棋损失巨大，白棋已然有反先之势。从 A 的胜率来看，此时还是黑棋的优势，但是局面变得复杂，变数增加。下一手棋黑棋再次挡住活角，白棋后势立下，黑棋下方搬，白棋搬住，接下来黑棋也不肯自己独活，下一手黑棋搬在此处，先给白棋制造断点，借进行棋，白棋断，黑棋接下来再粘，下一手白棋坚在此处，也是后势的补法。此时如果白棋过于贪心，在此虎住的话，黑棋会强硬的挡在此处，白棋再拐，黑棋跳出，这是吴大师准备的搏命手段。但是桥本宇太郎对自己的失地知之甚深，此时白棋后势行棋，不给黑棋机会，黑棋下一手挡在脚部做活，白棋再后时的暴吃一手。从招法上看，
桥本太郎似乎已经有了优势的意识。AI 的观点是此时依然黑棋占优，但是一场危机在悄然降临，因为 AI 认为优势的关键是吴大师要看到一步鬼手，但这手棋对我们人类而言几乎是不可能下出的。我们继续来欣赏下一手棋，黑棋靠在此处缠绕攻击，寻求头绪，伺机对上方的白棋发动进攻。如果白棋此时搬的话，黑棋顺调一长，白棋顶，黑棋再长，这样的结果，这一带黑棋加厚，白棋向右方的出路变窄，这是黑棋的理想图。实战当中，白棋不肯给黑棋借用，选择了单退的下法，而黑棋下一手回到中央间，补强自身，同时切断白棋向下方的出路，为总攻做准备。下一手白棋也在此团了一手，这也是厚实的一手，否则这一带被提吃过来之后，边上还有断的危机，这手尖发挥了作用。白棋团完之后，黑棋接下来再跳连回自身。下一手白棋以攻为守，再次靠反断这颗黑子支援中央战斗。黑棋强硬压出，总攻开始。白棋没有理会，顶住，使这颗靠的黑棋变成损手。下一手黑棋搬了之后连搬，也是强攻的招法。白棋单退，接下来黑棋粘住，白棋面临黑棋的总攻，下一手棋在上方跳防御，而黑棋接下来并在此处保持对白棋眼形的压力，但是这手棋胜率降了将近30个点。我们此前说 AI 认为黑棋占优的关键是要发现一步鬼手，那么这步鬼手在哪儿呢？ AI 此时认为这块白棋并不是一攻之形，黑棋应该将矛头对向右边的这块白空，那么这步妙手就是夹在这个地方。但这手棋我们很难想到的原因是白棋这一带极厚，白棋已经连补两手吃住了这颗黑子，黑棋却要往后势上撞，这是违背我们人类棋理的。那么这手棋真正的意图何在呢？此时白棋在脚步点是适应手的时机，黑棋靠住也是最强的反击。白棋再搬，黑棋粘，下一手棋这一带白棋的搬是先手，黑棋可以在此先加一手试探白棋，白棋立下是最强应对，接下来黑棋再尖补活脚步。但这样一来，下一手棋白棋在这一带搬的反击就不再成立，因为黑棋的断成为先手之后，下一手棋可以在这一带打吃弃子，这样的结果一旦黑棋将白空打穿，那么这4颗白子将变薄，加之上方的白棋不活，这个图白棋危险，所以 AI 建议白棋此时团在此处，黑棋顶住，白棋搬的时候黑棋再压过来，但这个图我们很难下出来，摆出来都觉得很诡异。所以吴大师此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手，因为不可能下出这步靠的鬼手了。我们继续来欣赏黑棋走完这手之后，白棋成功反先，下一手棋白棋在中央长了一手，接下来黑棋在脚步搬，彻底的断送了这一带夹在此处的手段。赖月现作八段也对黑棋的下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此时黑棋形势不利，应该马上点在此处，强行对白棋发动冲击。 AI 对这个观点也是认同的，白棋冲，黑棋长，白棋再走，黑棋冲下，这个局部将形成劫争。下一手白棋几是先手，黑棋粘住，白棋再搬，黑棋挡的时候白棋虎在此处，现在黑棋打，白棋做劫。有棋友可能会有疑问，那么黑棋能不能点进来强杀？似乎白棋上方并没有引，但是白棋挡住之后，黑棋再爬出的时候，这一带白棋已然没有断点，虽然直接切断黑棋不成立，黑棋打完之后可以吃住白棋，但是白棋在中央的这个拐头将变得非常严厉，随时瞄着上方的断点，同时伺机与右边联络。之前白棋补的这手棋发挥了作用，这样的话反而黑棋危险。
但是形成结争对于黑棋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结果，毕竟这块白棋是极重的，后续的变化将极其的复杂。然而实战当中，吴大师似乎是形势判断出现了问题，下一手棋黑棋没有继续对白棋发动进攻，而是在一路搬粘抢收官子，但这手棋帮白棋把右边的边空彻底的加固了。白棋挡住，黑棋粘，白棋在粘住的时候，此时黑棋的胜率已不足 30%， 白棋盘面开始领先。下一手棋黑棋在下方点，白棋粘住，黑棋拆回，白棋在上方搬，再补一手，彻底的巩固了边空，同时也间接的支援了上方的白棋。下一手棋黑棋再次飞，机敏的桥本宇太郎确认自己优势之后，接下来在上方长再补一手，同时长完这手之后，以后在这一带粘住，黑棋还需要收气。下一手棋黑棋在中央再跳一手，继续增加中负的潜力，这也是黑棋认为最后可以争胜负的地方。但白棋下一手棋在脚步点是机敏的手段，留下了官子的便宜。下一手白棋开始反击，黑棋贴起，白棋再搬，接下来黑棋加意图强围中控的时候，白棋简明粘住，黑棋在上方尖，想要在这一带切断白棋联络，伺机对白棋再度发起反击的时候，桥本宇太郎收兵了。下一手棋白棋在上方再补一手，这手棋本身目数的价值极大，同时还兼顾了眼位。黑棋打吃，白棋就粘住。下一手黑棋在中央再围了一手，此时已是深夜时分，在白棋步步紧逼之下，形势不利的吴清源在灯火下仍显着沉着的神态。而现在 AI 显示黑棋胜率 26%， 盘面白棋领先1到2目。下一手棋白棋再次搬，继续破空，黑棋搬住，白棋再靠，黑棋挡的时候白棋再搬住。接下来黑棋选择了单退的下法，而这手棋也让形势进一步的恶化。此时 AI 认为黑棋应该反击，打吃在此处，白棋长出，黑棋打了之后再粘，白棋在粘住的时候，黑棋先不急于补住这个断点，下一手在此连续叫吃2手之后从此粘住，这样白棋这一带只有提吃，黑棋再回到中央补断，黑棋定型之后，盘面的差距还是在1到2目之间。然而实战当中，吴大师似乎没有斗志，在这个地方形势不利，也全都跟着硬住了。下一手棋白棋得到先手，回到左边顶完之后搬定型，优势进一步的扩大了。双方以下进入了官子的争夺，黑棋长出这颗子也是饱含计算的手段，白棋冲，黑棋冲，这样黑棋继续长出，白棋实战选择了断吃。此时如果白棋继续冲，黑棋再长即可。现在白棋虽然将黑棋冲断，但是我们看到局部黑棋打吃先手，再打然后一搬，反而将白棋反杀掉。但这样的下法桥本宇太郎自然是心知肚明。实战当中白棋抓住机会补了一手，黑棋打吃先手，白棋在中央先冲，然后后时提吃，逼迫黑棋补棋。黑棋断吃，继续防止白棋再次冲的手段。现在白棋冲，黑棋挡住即可，白棋无法切断黑棋。实战白棋打吃补棋，黑棋长出，下一手白棋后时粘的时候，黑棋在上方再靠一手，将4颗子连回。此时已是白棋盘面领先3到4目的形势。下一手棋白棋在此拐连回2颗子，同时威胁在脚步粘住，要求黑棋收气的手段。黑棋打吃补棋，白棋接下来回到右边挡住，黑棋跳，白棋冲，下一手黑棋渡过，白棋挡住，黑棋再提，白棋全部都跟着硬住了。以下双方进入了小官子的一个收束，但桥本宇太郎的计算力极强，收官能力也是首屈一指，这一代并没有给黑棋太多的机会。接下来
白棋再次虎完之后冲，黑棋再扳的时候，白棋启动了脚步当初点的时候留下的官子手段。黑棋立下，白棋再断，抓住了黑棋气紧的弱点。黑棋吃，白棋从下方尖，是官子手筋。黑棋提吃，白棋打吃完之后，下一手再一路扳。这样以后这一代白棋有连回这颗子的手段，黑棋脚步的目数进一步的受损。盘面所剩的官子已然不多，此后黑棋再没有找到翻盘的机会。本局当中2年没有摸过棋子的吴清源，棋感表现的有些迟钝，且手法生疏。而桥本宇太郎在本局当中以压倒的气势与精湛的技艺取得了主导权，也可以堪称是桥本宇太郎全盛时期的名局之一。本局一直进行到了深夜0点10分才宣告结束。双方收束完官子之后，白棋最终以5目的优势赢下了本局，260手全局终了。对局结束之后，吴清源匆匆登上了西光尊专程派来迎接他的轿车，在细雨飘摇的雨夜中向着西光尊的馆邸方向驶去。获胜的桥本宇太郎脸上丝毫看不出胜利之后的喜悦，相反，在深夜的蒙蒙细雨当中，站在廊下抱着胳膊的桥本宇太郎显得有些消沉与失落，目送着远去的轿车，用心疼师弟的口吻自言自语地叹道：哎，连吴清源也不会下棋了，说不出有几分惆怅，几分无奈。一旁的赖月宪作老师却一言不发，面色凝重，目光深邃。吴大师能否及时调整状态，迎接十番棋的挑战，我们下盘棋再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